有這樣一把手槍掉地上會自己開火，但是卻被美軍簽下了天價訂單，多起官司纏身，卻能淘汰得到上百個國家認可的格洛克，成為全球最精銳部隊標配。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P320。那麼，為什麼一把被瘋狂質疑、存在安全隱患的手槍，憑什麼能擊敗以絕對可靠著稱的格洛克？它究竟是用什麼顛覆常理的黑科技，徹底征服了挑剔的美軍，還是专員的發力讓採購變成一次黑幕？今天火力軍就帶大家一起看看這款極具爭議的 P320 背後到底有什麼秘密。要搞懂美軍為什麼會選擇一把後來爭議不斷的 P320，我們必須先回到它的起點。為什麼美國軍隊要淘汰服役30多年的伯萊塔 M9？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美軍手槍的象徵只有一個名字 M1911。這把發射.45口徑子彈的經典手槍，陪伴美軍經歷了1戰、2戰以及冷戰。對於美國老兵來說 ，M1911 不僅是一把武器，更代表着那個時代美軍對於手槍的理解：大口徑、高威力、可靠。但進入現代戰爭後 ，M1911 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全鋼結構導致重量過大，7發彈匣容量也難以滿足現代作戰需求。到了上世紀80年代，為了和北約盟友統一彈药標準，美軍決定放棄使用多年的.45口徑，轉向9毫米手槍。經過激烈競爭，來自意大利的伯萊塔公司憑借出色的表現贏得訂單，這就是後來服役超過30年的 M9 手槍。剛開始服役時 ，M9 代表着美軍手槍現代化的新方向。15發彈匣、可靠的結構以及更符合北約標準的9毫米彈藥，讓它成為美國軍隊的新選擇。但沒有一把武器能夠永遠領先。隨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持續 ，M9 的問題逐漸暴露。首先，它太大太重，對於需要長時間攜帶裝備的士兵來說，一把全尺寸金屬手槍已經越來越難適應現代需求。其次，它的人机工程設計也落後於時代。現代士兵需要安裝戰術手電、激光指示器等裝備，但早期 M9 缺少標準化導軌，同時傳統雙單動扳机系統也讓射手需要適應不同的射擊手感。M9 並不是一把失敗的槍，它曾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戰爭環境已經改變，美軍需要的不再只是一把可靠的手槍，而是一把能夠適應未來戰場的武器。於是2015年，美國陸軍正式啟動了 XM17 模塊化手槍系統項目，而這個項目名稱中最關鍵的3個字就是模塊化。很多人最初認為美軍只是想尋找一把更輕、更準、更先進的9毫米手槍，但實際上五角大樓的目標更大，他們想要的不是一把固定型號的武器，而是一套能夠根据不同士兵、不同任務快速調整的手槍平台。過去的邏輯是軍隊購買一把槍，而 XM17 想尋找的是一個可以持續升級的系統。這也意味着誰能夠真正理解模塊化的未來，誰就能贏得這場數億美元的競爭。而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答案應該屬於那個統治全球警用市場的傳奇品牌格洛克，但最終結果卻讓所有人意外，因為美軍淘汰的不是一把失敗的槍，而是一把幾十年來幾乎沒有輸過的傳奇。當美軍宣布啟動 XM17 換槍計劃時，全世界的目光幾乎都集中到了奧地利的一家公司格洛克。在很多人看來，這場競標毫無懸念，因為過去30年裡，格洛克已經成為全球手槍領域最響亮的名字。時間回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的格洛克還只是一個挑戰傳統的新玩家。創始人加斯頓·格洛克甚至並非傳統槍械設計師，但他推出的格洛克17卻徹底改變了手槍的發展方向。在那個全鋼手槍佔據絕對地位的年代，格洛克大膽採用高分子聚合物制造底把，並取消傳統外置保險，採用內部安全機構。當時很多人嘲笑他，這不是槍，只是一個塑料玩具。但格洛克很快用可靠性證明了自己。簡單的結構、輕量化設計以及極低的故障率，讓他迅速征服全球軍警市場。從美國執法部門到世界各國特種單位，格洛克成為了现代手槍可靠性的代名詞。30年後，当美軍拿着 XM17 招標，要求尋找下一代手槍時，格洛克相信過去成功的答案就是未來的答案。他提交的方案就是後來著名的格洛克 19X。從槍械設計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把好槍，但從創新的角度來看，這簡直是一次敷衍的排列組合。格洛克的設計師直接拿了一個 G19 的緊湊型短套筒，硬生生地拼在了一個 G17 的全尺寸大握把上。短套筒拔槍速度快，適合狭窄空間，大握把弹容量高，握持感极其舒適，這不就把優點全占了嗎？但這真的是美軍想要的模塊化嗎？格洛克所謂的模塊化，僅僅是可以在握把後面換幾塊不同厚度的塑料背板，以適應不同大小的手掌。
或者在槍口加個螺紋用來裝消音器。除此之外，它依然是一把傳統的格洛克手槍，底把、套筒、扳機依然是被死死鎖在一起的整體，它沒有進行任何底層邏輯的顛覆。為什麼格洛克會交出這樣一份毫無誠意的縫合怪方案？答案只有4個字：路徑依賴。格洛克認為，在過去的30年裡，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了這就是最可靠、最完美的機器，海豹突擊隊都在用，你美國陸軍有什麼理由拒絕？但問題在於 XM17需要的並不是一次簡單優化，而是一場設計理念上的革命。就在格洛克還沉浸在霸主地位時，來自 SIG SAR 的 P320 已經準備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定義手槍到底是什麼。當格洛克還在拿着 G19X 方案等待勝利時， SIG 的工程師們卻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到底什麼才算是一把手槍？過去幾百年的設計邏輯中，一把手槍就是一個完整整體，槍管、套筒、握把、扳机機構共同組成一件武器。但 SIG 想做的卻是徹底改變這個邏輯，他們重新設計了手槍內部結構，把核心零件全部集中到一個獨立的金屬框架之中。這個只有巴掌大小的不鏽鋼模塊，就是 P320 最關鍵的部分 FCU， 也就是火控單元。在 SIG 看來，握把可以換，套筒可以換，槍管可以換，但這個核心模塊才是一把槍真正的身份。也就是說，未来士兵更換不同尺寸的 P320， 並不是換了一把槍，而是在給同一個核心平台安裝不同外殼。這就是 P320 最大的成功。想象一下，美軍面對幾十萬名士兵，有人手掌較大，有人手掌較小，有人需要携帶在狭窄空間行动，有人需要長時间野外作戰。過去一把固定尺寸的手槍很難滿足所有需求，但 P320 只需要更換不同尺寸握把、套筒和槍管，就能快速適應不同任務。今天它可以是一把緊凑型手槍，明天它又可以变成一把全尺寸戰鬥手槍，甚至通過更換組件還可以適配不同口徑需求。這種設計理念讓手槍第一次擁有了模塊化平台的概念，這也是格洛克和 SIG 最大的區別。格洛克製造了一把幾十年來被證明可靠的優秀手槍，而 SIG 提供的是一個能夠不斷變化的武器平台。對於美軍來說，他們面對的不是一次簡單換槍，而是未來幾十年的裝備體系建設。誰能夠降低後勤壓力，適應不同士兵和不同任務，誰就更接近答案。最終 SIG P320 贏得了 XM17 競標，美軍正式採用它，並賦予全尺寸型號 M17、緊湊型型號 M18的軍用編號。看起來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但就在 SIG 準備享受勝利的時候，一個意外出現了。網絡上突然出現大量視頻，一個沒有人扣動扳機的 P320 竟然在跌落後自行激發。這場爭議讓剛剛登上美國軍隊王座的 P320 瞬間陷入巨大危機。一把改變未來的手槍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致命的問題？這種致命問題為什麼美軍在使用的時候沒有發現？是湊巧沒有發生，還是有什麼幕後交易呢？2017年，就在 SIG SAR 剛剛贏得 XM17 項目，準備向全世界證明自己時，一場意外卻突然發生。互聯網上出現了一批測試視頻，一把上膛的 P320 在沒有扣動扳機的情況下，僅因為跌落撞擊，竟然發生了激發。對於現代手槍來說，這幾乎是無法接受的問題，因為槍械最重要的安全原則就是沒有人扣動扳機，槍就不能開火。如果一把槍會因為跌落而激發，那麼它威脅的不只是敵人，也可能是自己的使用者。消息迅速發酵，強制所有警員立刻停止使用 P320。無數把這把槍放在床頭防身的平民，嚇得趕緊把它鎖進了最深處的保險櫃。大量用戶開始質疑，這把剛剛被美國陸軍選中的新手槍，到底有沒有資格成為未來軍用武器？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更加尖銳。如果民間測試能夠發現問題，為什麼美軍嚴格測試沒有發現？難道五角大樓看走眼了嗎？實際上，答案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美軍採購的 M17 軍用版和在走火的那批早期 P320 民用版有着極其微妙的區別。你買的 P320 關我 M17 什麼關係？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早期 P320 的問題來源。部分早期型號由於激發組件設計原因，在受到特定方向的強烈撞擊時，內部零件可能因為慣性運動引發意外激發。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己開火，而是在部分跌落情況下，安全設計沒有完全阻止機械運動。而在正式装備美軍之前， SIG 其實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並且針對軍用版本進行了改進，包括優化激發組件重量、升級內部安全結構、提高跌落測試標準。最終，美軍裝備的 M17、M18 與早期 P320 存在一定差異，但爭議並沒有因此結束，因為外界真正質疑的並不僅僅是設計問題，而是 SIG 面對問題時的處理方式。面對排山倒海的指責， SIG 死不認錯。
他們堅稱自己的手槍完全符合國家標準，堅決不使用強制召回這個詞，而是搞了一個文字遊戲自願升級計劃。意思是我的槍沒毛病，但如果你心裡害怕，你可以寄回來，我免費給你升個級。這種處理方式讓很多用戶認為 SIG 是在避免承認設計缺陷。畢竟此時的 SIG 剛剛贏得價值數億美元的美國陸軍訂單，如果承認存在嚴重設計問題，不僅會影響企業聲譽，也可能引發大量法律糾紛。所以 SIG 到底是在合理處理產品升級，還是為了保護軍方訂單，選擇降低事件影響？無論答案是什麼，這場走火門都成為 P320 歷史上無法繞開的陰影。但更有意思的是， P320 擊敗格洛克不僅體現在技術優勢，更是一場商業陰謀。很多人以為在五角大樓這種級別的軍購競爭裡，決定勝負的一定是槍械性能，誰更可靠，誰更精準，誰能經受更極端環境。但實際上，當技術差距被拉近之後，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是另一個更加残酷的因素——價格。當格洛克带着 G19X 參加 XM17競標時，他們依靠的是過去幾十年的品牌優勢，向軍方報價 2.72 億美元。在格洛克看來，自己已經證明了可靠性，全球警察和特種部队都是最好的廣告，這把槍值這個價格。但 SIG 給出的方案卻完全不同，他們提交了一份極具競爭力的報價，約 1.7 億美元。這個價格讓格洛克直接看傻了。SIG 瘋了嗎？這個跳水價格，不要說利潤率，連研發經費都收不回來。但 SIG 沒有發瘋，這其實是一場精心計算的商業陰謀。因為 SIG 根本沒想賺錢，他們真正看重的根本不是這筆訂單本身，而是它背後的巨大影響力。一旦一家公司成為美國軍隊的制式裝備供應商，它獲得的不只是收入，更是一張全球市場通行證。未來幾十年，執法機構會關注它，盟友國家會研究它，民間消費者也會因為美軍同款的標籤對它產生興趣。對於 SIG 來說， 1.7 億美元買到的不只是一次軍購合同，而是全球槍械市場最強的品牌認證，是一次極佳的廣告宣傳。一旦這把槍打上了美國陸軍現役制式手槍的防偽標籤，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美國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會跟進換裝，全美的警察局、FBI 會盲目跟風採購，北約的幾十個盟國也會把 SIG 列入首選名單。最要命的是，北美那個深不見底、擁有上億持槍合法人口的龐大民用市場。有時候最賺錢的訂單並不是利潤最高的訂單，而是能夠打開未來市場的訂单。面對 SIG 的價格和戰略，格洛克選擇提出抗議。他們向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 GAO 提出正式申訴，認為評估過程存在問題，美軍不應該在競爭尚未完全結束時直接選擇 SIG。但最終 GAO 選擇美軍採購程序符合規定，因為 XM17項目評估的招標書上寫得很清楚，只要有一方展現出了壓倒性的綜合優勢，美軍有權提前結束競標，而這個綜合優勢包含着價格的高粱。SIG 成為最終贏家，格洛克失去了期待已久的美國陸軍訂單，但沒人想到這場失敗反而給格洛克帶來了另一場意外的勝利，因為 G19X 這把競標失敗的產品很快將在民間市場掀起一場新的風暴。在被美軍拒之門外後，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統治手槍界30年的傳奇品牌終於迎來了自己的衰落。但輸掉一場戰爭不代表輸掉整個戰場。為了參加 XM17競標，格洛克推出的 G19X 雖然沒有贏得美國陸軍訂單，卻意外打開了另一片市場。這把結合 G19套筒和 G17握把的混合型手槍被重新包裝後進入民用市場，結果它迅速成為格洛克近年來最成功的新型號之一。原因很簡單，美國陸軍需要的是未來幾十年的模塊化平台，但普通消費者需要的是一把馬上能用、可靠、順手的手槍。G19X 恰好滿足了他們的需求，它沒有改变手槍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它證明了一件事：格洛克輸掉的是一次軍方競標，而不是自己的產品價值。回頭看 SIG 和格洛克的競爭，就像傳統工業和新興科技的碰撞。格洛克代表的是幾十年驗證出來的可靠路線， SIG 代表的是模塊化和平台化的未来方向。兩家公司都沒有真正失敗，但這場 XM17競標確實改變了輕武器發展的方向。這場競爭最終最大的贏家其實不是 SIG， 也不是格洛克，而是新的武器設計理念。P320 的勝利讓整個行業重新思考，一把槍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麼？也許未來的輕武器不再只是制造一件完美裝備，而是創造一個能夠不斷進化的系統，因為戰爭永遠不會停止變化，而人類手中的武器也會隨着戰爭需求不斷改变自己的形態。好了，關於 P320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如果是你會選擇 P320 還是格洛克呢？我是火力軍，我們
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